在阿拉斯加的山脉，一阵狂风暴雪的天气下，男人在拉着自己的雪橇犬快速下滑。由于天空还下着大雪，男人根本看不清眼前的状况。而就在此时，前方已经是万米断崖，领头雪橇犬快速刹车，男人也发现了形势不妙，他迅速将雪橇上的毛钩抛了出去，可似乎没有什么用处。正当他拿着凿钉准备凿住山体，却被惯性一把带飞，然后急速下滑。还好男人利用凿钉勾住了石块，狗狗们也被吓坏了。看着眼前的万米深渊，在男人的呼唤下，领头犬开始朝着上方艰难地爬动，后面的狗狗也慢慢跟了上来，他们得以脱离险境。而本片要讲的故事由1952年阿拉斯加的雪橇手为运输拯救孩子性命的药材真实事件改编而来。本片在某瓣也达到了8.8的高评分。回到本片的故事，夜晚吉米的妻子正抱着一只幼崽狗狗在自己的卧室里。How can it not be my business? No dogs in the bedroom. He's in such pain. 吉米认为这只幼崽体格太小，智商也不太够，这对于一个以雪橇运输为生存的雪橇手，它更像是一只宠物，对他来说并没有什么用处。而善良的妻子并不这么认为。白天正在工作的吉米，这只幼崽准备跑来跟他嬉戏，吉米将它赶了开来。不一会，他又出现了在眼前，跟吉米摆出下犬撒娇的姿势。可这并不能得到吉米的讨好，他甚至将自己的东西叼走，这让他很是头疼。吉米打算把这只幼崽送给自己的朋友，他被关进了牢笼。狗狗似乎也知道了自己马上将要离开自己的主人，妻子也不舍得看着这一切。狗狗尝试着呼叫自己的主人，可怜巴巴地看着吉米，可是他还是最终被带走了。几天后，正在修房顶的两人却看到朋友回到了这里。原来他觉得这幼崽简直就是个捣蛋鬼，最终还是决定将它送还给他们。妻子却开心地笑了起来，像是见到了自己多年未见的老朋友。眼前的这只狗狗因为太调皮，主人吉米将它关了起来。为了防止它从牢笼再次逃脱，他将四周的土地进行了加固，然后驾驶着雪橇出去了工作。而他不知道的是，下一秒狗狗就开始在地上刨洞，一旁的狗狗们都看着他。他挖开一看，下面却是一块石头。他又在另一个地上开始继续刨，不一会的功夫，地上就出现了7、8个地洞，而他终于在最后一个地洞中逃了出去。吉米正驾驶着自己的雪橇，狗狗也在后面追了过来，他朝着雪橇犬就开始一顿戏耍，雪橇犬队也因此停了下来。而在吉米的怒斥下，他才肯作罢。此时狗狗似乎看到了什么东西，它朝着一群麋鹿就追了上去，雪橇犬队也不听使唤地跟着追逐，而眼前就是一条河道，狗狗仍然在不停地追赶。随后吉米因为雪橇车太快而翻倒，自己被甩进了河里。吉米狼狈地从水中走了上来，眼前的狗狗也知道自己闯了大祸，开始摇起了尾巴。吉米无奈地看着它，他决定将它锁进了房子里。这只狗狗被主人关进了房子里，看下它是如何逃出来的。狗狗开始尝试着打开木门，却发现行不通。它坐在地上开始观察，发现了上面的玻璃窗户。它又打量了四周的结构，突然发现上方有了一个洞口，然后他又成功逃了出来。吉米的妻子看到这一切都为之惊讶，他又跑出去了，来到了吉米的身边。吉米都被气疯了，他决定再次将这只捣蛋的狗狗送走。女主人为了防止狗狗逃走，她将门窗都用东西死死地挡住。她原以为这样就可困住它，然而下一秒，拉着雪橇的吉米再次看见了狗狗，他也被他这种不屈服的精神所折服。吉米尝试着让他加入雪橇队，一旁的狗狗还对着他龇牙咧嘴，没想到下一秒他就变成了舔狗，这让他也无可奈何。身体娇小的他却成了跑得最快的一只狗狗，吉米简直就像是捡到了一个宝。他决定将它培养成领头犬，还给它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多哥。吉米还带着多哥参加了1年1度的雪橇大赛，出乎意料竟然打败了去年的冠军，吉米也一战成名。而时间来到了1952年，小镇大面积爆发了一种名为白喉的疾病，大部分儿童因为免疫力不强被感染，他们急需要血清药材来才能救治这种恶疾，而这种药材距离此地475公里。更糟糕的是，阿拉斯加的山脉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恶劣天气，交通停摆，飞机也难以通行，而唯一能够运输的就剩下雪橇手们。而雪橇手们面对着这样恶劣的天气，也为之胆怯。更大的是时间难题，因为血清样本会在7天后就失去效果，他们必须在7天之内将药材取回。当镇长问到吉米如果用雪橇犬是否能完成这个任务，而吉米却并不想趟这趟浑水，因为他自己并没有孩子，他不想去冒这趟险。在回家的路上，吉米路过了医院，看到了生病的孩子，让他改变了想法。回到家后，他跟妻子商量，决定承担起这个重任，因为没有比他更出色的雪橇手。善良的妻子也只好应允了他的做法。清晨，吉米带着多哥开始出发，镇子里的人都出来欢送他。来到阿拉斯加的山脉，头顶已经是一片黑云压顶。吉米带着多哥冲进了雪豹之中，眼前出现了一片海峡冰面。吉米为了争取时间取到药材，他打算驾驶雪橇通过冰面。这对雪橇犬和他无疑是面临着巨大挑战。随着他的一声令下，多哥带着雪橇犬开始奔向海峡。看着眼前的一切，吉米也是心惊胆战。水下传来一阵可怕的咚隆的声音，地面两边开始出现冰裂，狗狗们都被吓坏了。
吉米喊出了所有狗狗的名字，给他们鼓舞士气。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，更是一场时间的赛跑。在大自然的眷顾下，他们顺利通过，来到下一个驿站。而另一边小镇为了拯救感染恶疾的孩子，市里决定通过增加14组雪橇手们进行接力援助，这样也可以有效地缩短时间。而另一边的吉米并不知道他们这个计划，他们也不知道吉米从海峡冰面穿了过去，所以他们只能抱着在路上接头的希望。另一边的雪橇手已经开始穿越丛林，不幸的是遇上了麋鹿，狗狗也不听使唤地追了上去，却恰巧错过了经过的吉米。男人赶忙跑了下去，大声喊着吉米，可是他似乎并没有听到男人的呐喊，他不小心摔倒在地，只能眼看着吉米的远去。而就在此时，吉米似乎听到了召唤，返了回来。他们来到了驿站休息，交接了药材。为了节约时间，第二天他早早的启程，而他再次来到了海峡。可是海峡一眼望去，没人知道是什么情况。随着吉米的一声令下，多哥带着雪橇犬继续向前，冰面开始断裂，像闪电般袭来。来到前方，冰块已经大面积断裂，海水也涌现了出来。吉米还是打算从碎裂的冰面继续前进，四处拍打着浪潮，冰块开始出现倾斜。还好狗狗们也加速通过，随后冰块就瞬间崩塌，浪潮迅速向他们袭来。多哥也带着众犬拼命地向前奔跑，再通过一处断层冰面，雪橇车却不幸顶在了冰块之上。多哥全力加速，将吉米拉了上来。他们继续前进，可就在不远处的岸边，他们停了下来。前方的冰面已经出现了大片断层，而希望就在他们眼前。吉米不想失去这次机会，他将铆钉扎进冰块，然后将多哥扔了过去，成功来到了岸边。多哥用尽全身的力气往前拉扯，随后狗狗们安全通过。吉米用尽全力纵身一跃，来到了对岸。幸运在此降临在他们身上。来到驿站，女人告诉他自己的狗狗因为年迈跑了太远的距离，将会在不久之后死去，这让吉米陷入了沉思。第二天清晨，吉米打算让多哥坐在雪橇上，可是他还是跑到了前方。吉米再次将他带到了雪橇上，多哥还是不愿意，吉米只好尊重他的选择。他们翻过山脉，穿过丛林，而此时刮起了狂风暴雪。吉米已经迷失了方向，他来到了多哥的身边，把希望寄托了在他的身上。多哥也似乎明白了自己的使命，随后他带领着雪橇队开始前进。刺骨的天气已经让吉米已经晕倒了过去。夜晚降临，醒来的吉米发现狗狗们都停了下来，眼前的多哥因为体力不支倒了下去。而就在此时，身后却出现了光明，原来他们已到达了驿站。吉米不敢相信地看着多哥，再次创造了奇迹，他们也最终完成了自己的使命，将药材进行了最后的交接，药材也终于及时地被送到镇子上。孩子们重获新生，吉米也开始了回家的旅程。妻子终于等到了吉米的归来，镇子上的村民也纷纷来感谢吉米和他那创造奇迹的多哥。当吉米再次出去工作时，在家养伤的多哥却再次跑了出来。吉米回头，恍惚时光就像回到了从前，这时他才明白， I always thought he lived for the sled, when all along, what he lived for was me.